今天这个纸是我这次买了一种夹浆的纸，这个纸挺便宜的，35厘米宽，100米长。我就先试一下这种纸，今天这一节课，看这种纸能不能画我们这种花。刚才我在这个纸上面试了几瓣花瓣，我觉得还可以画。我们今天先画一个墨的叶子。所有都试一下叶子啊，这些看它跑墨的情况。这里面我倒了一点胶啊，所以说我们多加一点水。画叶子最好也要加胶啊，画叶子我们要让它润一点，最好也要加胶。拿一支干净一点的笔啊，我们可以先撒一点水或者撒一点胶上面。感觉效果还可以啊，这个纸，反正就是这种纸也能画。就是你们练习啊，没必要用太贵的纸，我就尽量选一点能够画出我们这种花的效果的纸就行了。像我用的有些纸真的是挺贵的啊，你们画起来，如果作为练习就没必要啊。像我自己画这个荷花的纸是零几年的纸，09年的纸，现在这个纸也没生产了，因为当时我囤的比较多，所以我还有一点。而且我平时荷花也画的不是很多。这个就是注意它的形。但是我觉得这片叶子我想把它画大一点。补一点墨啊，这边补一点墨，让它不要太花了。但这个纸其实还可以啊，我们看它的胶跑的这种情况啊，都还不错的。现在我们等它收一下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加一朵花，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加一朵花，到时候再来看。好，这个叶子差不多也半干了啊，我们可以撒一点水啊。这个叶子我没录完，我就手指面上面啊弄了一点水，就随便撒一点点。然后再开始画，因为我怕待会儿它干了。就这样，手指上面撒一点水上去就行了。那就这个纸，它这些效果都能够出来，就是我们试就把它试完整，它是不是能够出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效果？现在我看是还好啊，都能出来，像这个该跑的都能跑。绢纸都能出这些效果，只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啊，有的好的纸呢，它留颜色留墨的这种要好一点，有的纸呢就是像这种差一点的纸，它可能会留色不会太好，但是我现在看它留墨还是留的挺好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要复笔颜色的时候，然后我们画了花瓣嘛，花瓣里面我们还要复笔，复笔颜色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点乱跑，但这个就需要我们调整一下画法，我们在画的时候调整一下它干湿程度。像我们之前好一点的纸啊，我直接画我就去画第二遍的颜色。像这种纸呢，如果是你觉得不好控制，
你画完了第一遍过后，你要画哪一半花瓣，用这个卫生纸或者是餐巾纸，我们轻轻去压一下，去吸水，然后再开始画。其实效果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让它干一点的时候才开始画。但是如果你全部压完了，可能你画完前面，后面的它就干掉了，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就是一半一半的压啊，要画哪一半压哪一半，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控水的，好的纸和差的纸它就是一个控水，有点不同。刚才我试了一下这个纸啊，这个纸它的这个第一遍的颜色上去很漂亮，但是复笔呢，它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它有一点乱跑，乱跑的不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不用太去纠结，我们先画一半。你想嘛，我买的纸，有的纸啊几千块钱一刀啊，这个纸一张都比这个纸贵，比你买一卷这个纸贵。所以它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它其实这个纸也能画。我就想给大家讲的就是，差一点的纸和好一点的纸，我是都能画的。就是说怎么来控制它的问题。有时候你画不好啊，是因为你练习的少。其实和纸的关系应该不是很大，知道吧？但是有些纸确实是不能画这种画啊，这个我就讲，像弹皮多的纸，它就不能画这种画。其实弹皮多的纸就是好一点的纸，有的像安徽纸、宣纸，它弹皮就多，它就不能画这种画。弹皮多了画出来的这个它跑的这个效果不是我想要的效果，所以我第一堂课这个在介绍材料时就介绍大家去买棉料要重一点的纸，这种纸画这种画的效果是最好的。我都没有让你们去买净皮纸，净皮纸画这种效果就不是很好。就跟我们今天在抖音里面的这个，我有个群里面跟一些同学聊天一样的。他说他刚买了一刀这个夹江的弹皮靴，我就跟他讲，夹江都没有弹皮，夹江纸不可能是叫弹皮靴，因为它里面都不加弹皮，工艺都不同。为什么叫宣纸？像宣纸其实只是指的这个安徽宣城泾县的纸，它才叫宣纸，因为是以那个安徽泾县宣城命名的。因为它的纸做的工艺是不同的，像红星纸就是泾县的，它就是宣纸。像这些纸都不能叫宣纸，只能叫书画纸。它和宣纸虽然说有一些效果是相同的，但它只能叫书画纸，不能叫宣纸。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基本我们绘画的这些知识我们要了解，它的原材料是不同的。为什么夹江纸便宜啊？就是原材料便宜，
它就是用的龙须草和嫩竹子做的这个原料，所以夹江纸一般叫夹江竹萱它是竹子的竹，因为它主要原料就是竹子。像这个宣纸安徽宣纸，它的主要原料就是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它是这两种。因为青檀皮应该是很贵现在所以说一直在涨价。为什么红星纸的贵？红星纸的这个青檀皮占到了它的纸的40%稍微好一点的40%以上。像有一些小厂生产的，这个也有很多小厂也在生产檀皮纸，因为蓟县有很多宣纸厂，它小厂生产的它可能连10%都没占到它的青檀皮，知道吧？所以说它的纸就卖的便宜一点。像夹江纸的材料，它就是竹子和龙须草这两样都不管钱的，所以说它的这个纸的本身成本就很便宜，它卖的就很便宜。最好的夹江纸，我记得最好的夹江纸也就才1000多一刀。一般的夹江纸几百块钱一刀的还是挺多，但是你要找宣纸几百块钱一刀的就有点少了，就是类小厂生产的，其实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的。它材料用的偷工减料的那种，它还没夹江纸好用。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再去选纸，自己心里就有个数。但是我现在选的这种纸就是大家的练习纸，如果你觉得你练习也练习的比较好了，那我们可以去选一点贵一点的纸，好一点的纸来画画。但是练习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看这个还不错吧，是吧？它的效果这些都还不错，都能画。因为我们这个只是画了一半的荷花，被挡住了一半，因为我要湿纸，我想画一片大一点的叶，这个墨色是最好湿纸，就是什么都要试到，每一种效果都要尝试。来片大一点的花瓣，我觉得这太碎了，我们在这儿来一片大一点，不一定能够看得见，因为我们到时候要裁这边要裁的。刚才始终感觉太均匀了，两边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一片比较大的。现在我们可以来处理第二遍，我们先处理这一半花瓣，我们就用纸稍稍的压一下。它这个确实就是你画2遍的时候，第2遍颜色、第3遍颜色的时候，它有一点乱跑。刚才试了一张，跑的不是很厉害，也可以把刚才试的那张给大家看一看。
但我这个是试纸的时候画的，画的都比较着急，其实它还是能出我想要的这个效果，只是就画慢一点了。一个是慢，一个是把颜色调的笔上的水分少一点，颜色笔尖上面也调少一点，多画一点淡一点的，然后再来画深的，不要一来就画的很深。比上去我刚才感觉很舒服的，因为我也是买了好多了，多了过后啊，几百一刀的也买了，这种很便宜的我也买了，我就说嘛，都买来试一下，但是我都要先试一下，我再给大家录。当时试了一个几百一刀的那个纸，还没这个纸好，我就决定用这个纸给大家录。就是说很便宜的纸，其实我也能画出效果。就同学们就不要觉得哦，纸一定要很好很好，是你自己画的人很重要，知道吧？像你要多练习，像我这样啊，多练习，每天都画，那你画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一样的可以把这些东西处理得很好。然后有些时候啊，纸不好也不要去抱怨啊，纸不好可能是纸不好，画不好啊，去找各种理由。像这种画完了过后，我们去吸一下，吸一下色，虽然说把色压掉了，但是它还是会留一部分在上面。我们就利用这种留一部分在上面的这种颜色啊，待会儿再来处理。不压的话，它会跑的，所以我们就处理的次数可能就要多一点，多几遍。其实没关系，多几遍就多几遍，反正也是练习，是吧？多几遍，说不定你还控制得更好。就是我们在干湿的这个方面做做文章，把它调整一下。像这种也是，稍微的把这一半压一下，用画的这一半，轻轻压啊，你不要用劲啊，你用劲压的话，它之前画的可能就没了。这样它就不会影响。就是我们这种纸啊，我们就稍微画慢一点。
我指的乱跑就是你看它这些地方，它就会颜色往外跑一点点，但这个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你要把这个纸控好了，你再画好一点的纸就更好画了。这张我上的色就是慢慢上的，刚才那张试的那一张我就是画得很快，画得太快了，有时候就会出一点问题。像这个地方我觉得深太多了，我就把使劲压一下，不要让它深太多。画画主要是要把心静下来。心要很静的时候来画，就包括我录课啊，有时候其实我用脑都没有用在说话上面，都是用在这个画面上面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自己剪辑我的这个视频？因为他们你拿给他们剪辑，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些话是要的，哪些话是不要的。有些话完全是没动脑的啊，就随便就是聊天这样说的。但是呢，就是有很多重复啊，有很多这些。画画，我的这个一直在精神一直注意在这些处理上面。有时候是报废几张可能才录成功一张，知道吧？有些时候我觉得画的不好，我就不想将就，我就是会去重录。因为我都画没画好的，你再跟我学，那就更画不好了。所以我尽量把每一幅都画好一点。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有点花了，就感觉到了它就有一点往外乱跑，因为我们这个去的次数太多了，它就会有点往外乱跑。然后这个位置其实是无所谓的，这个位置它跑无所谓，因为我们待会儿这个地方有一个灵棚，这个地方就是把它提好就行。这个位置有点花，待会儿我要提一点深色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我当时就是想着要把它画到我们这张画最深的一个位置，至少是红色里面它是最深的，就是在这一点点。
这个一定要用小笔来提。这个颜色就深了一点，这个变深应该是最后来画，现在还不能画这个深色。因为要有个呼应啊，这一半已经很深，这一半也一定要画深一点。这个位置是脸谱。像这种啊，它有莲蓬的地方，我们也要让它过渡一下吧。万一待会儿画不到这个位置呢？可以深，但是也要让它有一点过渡。这个位置要把它画深一点。
这个位置是什么感觉呢？是它的空，这一瓣花瓣走到这儿，然后这些地方是它空出来的，是它里面的一些花瓣要有一些变化。勾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分一下啊，把它分成2半。那这样它是不是画就娇艳起来了？就有的时候就是提一下，那好的纸我就没怎么提，因为好的纸它的这个边啊，它不会跑，不需要你用这种重的去提这么多，至少是啊，提一点点。它就会这些就会干很快。你看我都是慢慢一遍一遍来的，这一半画了淡的，这一半又画淡的，这一半又画淡的。其实我在画淡的颜色的时候，是在补这些地方的水分，知道吧？我补了这个地方的水分过后，然后再来一遍遍又提升，全部都在画的时候，它就不会干。你要守着一半去把这一半画好了，再去画第2半，它肯定就干掉了，知道吧？你要把这个方法要记住。不能够只处理一半，你要把你想处理的这几半都要一起画。这样它就不容易干。你看我这些画多久它也没干，但这些你看我没动它已经干了。看见没有？这个我就没动，这些没动的就快干了，但这些都还是很湿的，就是我只要一直画的这些还是很湿的，不会干的。像这一半我刚才没画到啊，它这儿就有一点干，但是不影响，这一点点不影响。效果还是挺好的啊，虽然说便宜的纸，你看我用这么便宜的纸，我也可以把它画出来。
所以有时候你画不好啊，请你多练习，就是你要坚持画，每一天画。像我现在给你们录的这种课，其实我是考虑到现在大家都是利用的碎片时间在画画，是吧？所以我一幅画，你看我尽量给你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你每天抽半个小时、1个小时画一张，你这样画几个月下来，你自己都能看见你的进步，知道吧？但是就是要坚持，你不要报了名啊，就把这个课就放那儿了。有时候忙一点呢，我们就等空闲一点的时候，抽一个小时的时间出来画一幅。掌握这个起来就会很快，你要1年你都画不了2幅，因为你刚学画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讲的，它就是数量，你要数量够，你才会有质量，数量产生质量。这个是我指的刚学画的。当然你画到一定基础的时候，那个就是有时候是感觉感觉到位了，我可能画出来就很好。但是你前期只是在学习的情况下，那真就是数量。你画几百朵荷花和你画了几朵荷花的人比，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有的时候不要看到别人画的多好，然后自己又羡慕。那你要看别人平时练习了多少，才能够画出一幅比较美的作品。画画其实也说简单啊，也简单，所有人都能画，是吧？你说连小孩都能画，拿起笔就可以画。但是你要画到一定程度，说难它是很难的，知道吧？你要真的是像走画画的这个职业的路，它是很难的。首先你的画要有辨识度，要有你自己的理解，自己的风格。其实现在很多画家他都没有达到这一点，要不就是学古人的要不就是学其他人的，他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是他的画没有辨识度。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想这些，你就是学老师，你就是学我的，你就是在临摹我的。等你学好了过后我们这样再怎么变，再怎么来，这个是后话。而且中国画的传承就是靠临摹，包括笔法这些，它都是临摹的。古人总结的然后我们后人来，就像我们学画画也是从学古人开始，你也不能丢传统，你把传统都丢了，那还画什么？画画心，画画心还是先跳一个绿，你这个盘子都没必要洗，你有几个盘子是可以不洗的？这个绿色和这个胭脂色这两个盘子是可以不洗的，墨盘子要经常洗一下。这个颜色其实就是你里面颜色越丰富，它调出来越好看，知道吗？所以说不用洗。有墨有红都可以的，你手里而且还是必须要有，你没有这个颜色就很俗气，它退不了火，它就很艳。有点像草绿色，但是它又和草绿色有一点区别。好，我们来说，我们先勾一下。这就是画心，但是只看得见一点点这个画。小笔，小笔就是藤黄加钛版，还是可以先点一下再勾。
然后胭脂加墨，你看这个盘子里面什么颜色都有，然后胭脂加墨。因为这些颜色用的很少啊，像胭脂加墨啊、红黄加太白啊，这些颜色都用的很少，所以说我们一个小盘子就可以都不用洗，把它留着。你用的时候蘸一下就行，你每次都去调太麻烦。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啊，你们可以学一下。像还有一个颜色也可以不洗，调一个咖啡色。咖啡色的盘子调了，就是朱标藤黄加墨这个颜色也可以不洗的，那个颜色也是经常要用的。像我画麻雀啊，这些都是调一大盘在那，要用好几个月。这个太白就要点到一些什么地方呢？先点这个的周围啊，因为这个的周围它的这个白色是最多的，是吧？特别是上面啊，这些看得清的地方。然后要点什么地方啊？把这点完，然后我们来一起，然后要点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个位置，你看这个位置它墨没这个颜色没跑出去是吧？然后我们点击点这个花心，是不是把它挡住了啊？然后这个位置我们觉得深了一点点，我们点个一两点，是不是也就把它挡住了？很少，再来一点。就是说它都可以用这些花蕊啊这些来挡一下，你没有必要去画的，就是没画好啊，我这儿没画好，这没画好，没画好就把它挡了就行了，很简单的。反正也要点花蕊是吧？你这花蕊长什么地方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反正都是朝着这个莲蓬长就行。首先我们是画画的，知道吗？画笔在我们手上，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记得以前就有人说我啊，你这个花心不能这样长啊，我们荷花不是这样长花心的。我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嘛？它有这些有的生命力强一点的花蕊，它就是从这些瓣子里面要冒出头的啊，也有这种情况。那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画，是吧？你管我怎么画。画画本来就是个自由的事情，我画画就是我说了算，是吧？我要让麻雀飞起来也可以，我要让它站地上也可以，我要让它站我肩膀上都可以。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听有些人啊，有些人特别较真，那种人没意思，你跟他讲不通道理。所以后面我就回一句，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笔在我手上。好，这幅画完啊，这幅画完其实效果很好啊，我觉得这个画不比我们之前画的效果差。所以我就想给大家说一个这个道理，就是说什么纸其实我们都可以画，就算我讲到的就是安徽的像那种弹皮纸，加了很多弹皮，其实那种纸也可以画，就是看我们怎么控制。但是那种纸又贵又不好画，那我们就没必要给大家推荐那种纸。像这个纸又便宜啊，又能画，如果我们作为练习，那就很好啊，找到这种纸来练习是很好的。好，就还有一点点的啊，还有一个干画完这幅画就完了。好，因为花画的比较靠下，我们这个干也只有一点点啊。比如说莲蓬在这儿，我们找到莲蓬的位置啊，就是从这儿出来一点点，或者是往这边倒一点点。
这样倒一点点可能好看一点，画淡一点啊，先就调个淡墨。然后这个纸现在这个墨液干了，但是墨液干了我就发觉它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它有点灰墨，这个是夹江纸普遍问题，夹江纸都有点灰墨。那我们在下次画的时候就知道了，它有点灰墨。然后我们在它半干的时候，哪些地方要想它再浓一点或者再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还要去补一次墨，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们就再多补一次，再多走一个程序就行了。夹江纸都有一点灰墨啊，它不像安徽纸，安徽纸它留墨的这个效果要好一点。夹江纸都是，因为可能和它的材料还有工艺有关系啊，它有一点点灰墨，这都很正常。其实它这个纸的最好的效果，我觉得就是勾这种线，有一点这种立体感，自然的立体感，只要墨调的好，我们都是先调淡，笔尖调一点深一点的，你看它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很好。还是要点一下啊，我们可以用纸，刚才我压了一下，就再压一下，不要让它太湿的时候去点，干一点的时候点。好了啊，今天这张画就完成了。